这里是大航海时代哥伦布踏足的神秘土地，这里是一块年轻的新大陆，这里是欧洲殖民者惊喜发现的丰饶世界。如今，这里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血液。它就是北美洲，一片古老的自然天堂。北极圈内延伸着广袤的绿色苔原，大西部的红色羚羊谷上演着晨灰交错的光影传奇。野牛奔腾的大草原倚靠着落基山的皑皑雪峰，大自然的手造就了它的壮美与雄奇。北美洲这片辽阔的土地拥有无数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瑰宝。从冰封的北极荒原到炙热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无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都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迷人的地方，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与文化，感受每一处风景的独特魅力。愿这段旅程能带给你一份心灵的宁静和愉悦。大峡谷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长446公里，宽29公里，深度超过1.8公里，是科罗拉多河经过数百万年以上的冲蚀而形成的。色彩斑斓，峭壁险峻，以其壮丽的景色和丰富的地质历史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虽然大峡谷并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但裸露在峡谷石壁上的石层默默记载了历史的沧桑巨变，揭露了地球近20亿年的地质变化。大峡谷有着千姿百态的奇峰异石和峭壁石柱，由于峡谷两壁的岩石性质和所含矿物质的不同，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呈现不同的色彩。大自然的斑斓诡秘也总是让人感叹。宛若仙境般的大峡谷，七彩缤纷，苍茫迷幻，气势磅礴。大峡谷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约20亿年前，当时地球上还没有生命。大峡谷展示了地球地质历史的许多阶段，岩石层层叠叠，从谷底至顶部岩壁露出自前寒武纪到新生代各期的系列岩系，水平层次清晰，岩层色调各异，并含有各地质时期代表性的生物化石。通过这些岩石层，可以清晰地看到地壳运动、沉积物的形成以及侵蚀作用如何塑造了今天的大峡谷。峡谷两侧和谷底的气候景观各有千秋，南缘的景色更为开阔，视野宽广，适合观看日出和日落；北缘则提供了更多的森林景观和更为宁静的环境。谷底则极度干燥，温度偏高，如荒漠一般。看着蜿蜒而去的科罗拉多河，听着山谷中的潺潺流水，伴着耳边的阵阵清风，共同构成了大自然最美妙和谐的乐章，思绪也会随之飘向远方。尼亚加拉瀑布横跨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边界，是美洲大陆最著名的奇景之一。它与伊瓜苏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并称为世界3大跨国瀑布。在印第安语中，尼亚加拉意为雷神之水，印第安人认为瀑布的轰鸣是雷神说话的声音，在他们还没看到瀑布之前，就听到酷似持续不断打雷的声音，故称为 Anguiara，意为巨大的水雷。
尼亚加拉瀑布由3部分组成，按规模从大到小分别为马蹄瀑布、美国瀑布、新娘面纱瀑布。其中，马蹄瀑布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美国瀑布全部位于美国境内，并由山羊岛分隔开。小些的新娘面纱瀑布也在美国境内，由月神岛从美国瀑布隔开。马蹄瀑布横跨美加边境，约90%的水流量经过这个瀑布，其弧形外观仿佛一个巨大的马蹄，因此得名。瀑布高约51米，宽约820米，每秒钟大约有168000立方米的水奔涌而下，场面极为壮观。马蹄瀑布的主要部分位于加拿大一侧，因此也是加拿大的一大旅游胜地。美国瀑布则完全位于美国境内，虽然水量不及马蹄瀑布，但同样壮丽。美国瀑布的高度约34米，宽度约为290米。由于水流冲击岩石的缘故，美国瀑布的底部布满了大量岩块，使得水流更加分散和激荡。新娘面纱瀑布是最小的一个瀑布，高约24米，宽约17米，位于美国瀑布的旁边。名字源于其细细的水流，像是新娘的面纱一样轻柔。美丽的瀑布，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欣赏，都能感受到它强大的气场。飘渺着袭人的庞大水汽，让人神清气爽，如坠梦幻世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创造了瀑布的凛然之气。在瀑布营造的氛围中，使人与自然的气息融合在一起，任何烦恼都烟消云散，让人胸襟坦荡。夏威夷群岛位于美国大陆西南的太平洋上，距离美国大陆约3200公里。除中途岛是美国的非建制领土外，其余岛屿均归夏威夷州管辖，是唯一一个不在北美大陆的州，也是唯一的群岛州。这个由8个主要岛屿和无数小岛组成的群岛，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温暖的气候，吸引着全球游客。夏威夷由137个火山岛组成，绵延2400公里，是美国第4长的海岸线，长约1210公里。从西北到东南，8个主要岛屿分别是尼豪岛、考爱岛、欧胡岛、莫洛凯岛、拉奈岛、卡霍奥拉维岛、毛伊岛和夏威夷岛。由于夏威夷州以夏威夷岛命名，所以夏威夷岛通常被称为大岛或夏威夷岛，以避免与夏威夷州和群岛的混淆。这些岛屿是巨大的海底山脉的裸露山峰，被称为夏威夷天皇海山链，由地幔热点上的火山活动形成。夏威夷是全美最多元化的州之一，这得益于它地处太平洋的中心位置以及2个多世纪的移民历史。作为美国仅有的6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州之一，夏威夷是唯一一个亚裔美国人占多数的州，也是美国最大的佛教徒社区以及多种族人口比例最大的州。因此，夏威夷除了拥有本土的夏威夷文化传统外，还是一个独特的北美和东亚文化的大熔炉。夏威夷岛是群岛中最大和最年轻的岛屿，它因活跃的火山活动而闻名，尤其是基拉维厄火山和茂纳罗亚火山。基拉维厄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游客可以在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近距离观察熔岩流。夏威夷2/3的居民居住在欧胡岛，州首府和最大城市檀香山就位于此处。檀香山是中国人熟知的名字，19世纪末，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了兴中会。时至今日，檀香山的街头依然留存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铜像上不时地挂着人们向他敬献的花环，那是一个热爱和平的英雄应该受到的礼遇。
从檀香山向西10公里就是珍珠港了。这个在2战中出名的军港，如今更因为21世纪的一部同名电影而越发出名。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多伦多不仅是加拿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更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聚集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移民使多伦多成为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这里1半的人口都是在加拿大以外诞生的，这也造就了多伦多成为种族最多样化的城市之一。虽然大多数多伦多人以英语为主要语言，但你依然可以听到超过160种不同的语言，体验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风情。多伦多的低犯罪率、洁净的环境、高生活水准以及对多样文化的包容性，令这里被多个经济学智囊团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同时，多伦多也是加拿大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多伦多的经济高度多元化，许多大型的加拿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都坐落于此，是继硅谷和纽约市之后北美第3大的科技中心，也是增长最快的科技中心。多伦多的地标之一是标志性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这座高达553米的塔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式建筑之一，从塔顶的观景台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壮丽景色。对于那些寻求刺激的游客，电视塔还提供了 H-Walk 项目，允许你在塔的边缘行走，体验空中漫步的感觉。多伦多还拥有丰富的艺术和文化资源。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每年吸引众多国际影星和电影制作人。安大略美术馆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是2大著名的文化场所。安大略美术馆以其丰富的艺术收藏而闻名，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则展示了从恐龙化石到古埃及文物的各种珍贵展品。安大略湖的美丽景色为这个城市增添了自然的魅力。湖滨区有着宽广的人行道、公园和码头，是休闲放松的好地方。还可以乘坐游船游览湖区，或者租一辆自行车沿着湖边骑行，感受微风拂面的舒适。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犹他州西南部，是一个以独特的地质结构和壮丽的景观而闻名的公园。尽管名字中包含峡谷一词，但布莱斯峡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峡谷，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露天剧场，由数千个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的石柱构成。这些石柱是由风化和侵蚀作用在数百万年间逐渐形成的。布莱斯峡谷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数亿年前，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内陆湖泊。随着时间的推移，湖泊中的沉积物逐渐堆积，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岩层。后来，地壳的抬升和断裂使这一地区的岩层暴露在地表，开始受到风雨的侵蚀作用。最终，布莱斯峡谷独特的地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形态各异的石柱，有的像人形，有的像动物，有的则是抽象的几何形状。布莱斯峡谷的颜色也是一大特色，这里的岩石主要由红色、橙色和白色的砂岩和石灰岩构成，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这些岩石会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尤其是在日出和日落时分，阳光斜射在石柱上，使得整个峡谷仿佛被染成了一片火红色，景色非常壮观。布莱斯峡谷的气候因海拔高度而异，
公园内的海拔从约2000米到约2700米不等。夏季气温温和，非常适合徒步旅行和露营。冬季的布莱斯峡谷却展现出另一番美景，雪覆石柱，银装素裹，宛如仙境。布莱斯峡谷还是一个观星的绝佳地点。由于地处偏远，光污染极低，夜晚的天空清澈透明，满天繁星尽收眼底。公园内还设有观星活动，由专业的天文学家带领游客观测夜空。华盛顿特区，全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为了纪念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而命名的。作为美国的政治中心，它集中了美国国会、白宫、国防部、林肯纪念堂等具有鲜明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美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聚集了国会图书馆、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国家宇航博物馆等世界著名的文化机构，同时也拥有乔治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世界一流的大学。华盛顿特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决定建立一个独立于各州的联邦首都。1790年，居住法案通过，决定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一个总面积100平方英里的联邦区，并由乔治·华盛顿总统亲自选址。城市的设计由法国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负责，他设计了一座以宽阔大道和开放空间为特色的城市。1800年，联邦政府正式迁至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美国地标性建筑，是美国国会的办公大楼，建造于市中心一处海拔25.3米的高地上。美国宪法规定，华盛顿的任何建筑都不得超过国会大厦的高度，国会大厦也就成为华盛顿的最高点，也因此被称为国会山。国会大厦长228.9米，宽106.7米，通体采用白色大理石建造，中部为圆顶主楼，两翼分别为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主楼上竖有一座5.9米高的自由雕像，顶尖离地有30米，是华盛顿最引人注目的路标。它既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办公场所，也是美国历史上著名人物以及世界各国艺术珍品的展厅。白宫由世界著名建筑师詹姆斯·霍班设计，由主楼和东西两翼3部分组成。2个多世纪以来，40多位白宫主人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作为美国总统的官邸，它是美国政要名流的舞台，备受世人关注。它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元首官邸，因此也成为游人观光的热点。可参观的部分主要是白宫的东翼，包括底层的外宾接待室、瓷器室、金银器室和图书室，1楼的宴会厅、蓝厅、红厅、绿厅和东大厅。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位于白宫的西翼。白宫主楼的南面是著名的南草坪，通称总统花园，园内花红草绿，绿树成荫。国宾来访时，美国总统都要在此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林肯纪念堂为纪念亚伯拉罕·林肯而建，于1914年破土动工，1922年完工。外廊四周有36根石柱，象征着林肯在世时美国的36个州。顶部护墙上有48朵花饰，代表纪念堂落成时美国的48个州。走进纪念堂，迎面是由美国著名雕刻家丹尼尔·切斯特·法兰奇创作的林肯坐像。在纪念堂台阶下，还独具匠心地配套建成了约610米长的倒影池，一直向华盛顿纪念碑方向延伸。
黄石国家公园成立于1872年，是世界第一座国家公园，也是全球最原始、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公园横跨美国的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公园内森林茂密，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野生动物保护区。1978年，黄石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黄石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8983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湖泊、峡谷、河流和山脉。公园内最大的湖泊是位于黄石火山中心的黄石湖，是整个北美地区最大的高海拔湖泊之一。黄石火山是北美最大且仍处于活跃状态的超级火山，在过去200万年中，它曾数次以巨大的力量爆发，喷出的熔岩和火山灰也覆盖了公园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得益于其持续的活跃状态，世界上的地热资源有半数位于黄石公园地区。黄石公园也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核心所在，这是北温带地区现存最大且仍然近乎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公园内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是老钟石间歇泉，它是黄石公园中最具标志性的间歇泉之一，因其喷发的规律性而得名。老钟石间歇泉大约每90分钟喷发一次，高度可以达到30至55米，持续1.5至5分钟，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大棱镜温泉是美国最大的温泉，也是世界第3大温泉，并因其鲜艳的色彩而得名。大棱镜温泉的美在于湖面的颜色随季节而改变。由于富含矿物质的水中生活的藻类和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它们体内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比例会随季节变化而改变，于是水体也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不仅是自然保护和生态研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们亲近自然、享受户外活动的理想目的地。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对全球的经济、商业、金融、媒体、政治、教育和娱乐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国际大都会。纽约还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因此也被认为是世界外交的中心。世界之都纽约是现代大都市的代表作。世界遗产自由女神像是纽约的象征，吸引了各国移民不远万里来追寻这块自由的乐土。纽约意味着冒险和机遇，这里每天都上演着奇迹。繁忙的华尔街是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繁华的第5大道聚集了世界精品，永远闪烁巨幅广告的百老汇，24小时运营的地铁，从不间断的人流。而纽约不夜城的另一面却也深沉宁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收藏品汇聚成一道世界艺术的长河，从古代文明到当代艺术，都是精品杰作。自由女神像是1876年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作为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它象征着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崇高理想。女神头戴冠冕，身着古罗马长袍，右手高擎火炬，左手抱美国独立宣言，双唇紧闭，目光凝重。纽约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华尔街位于曼哈顿下城，两旁摩天大楼林立，街如峡谷。这里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所在地，这里汇聚了众多世界知名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这些企业影响着全球经济。百老汇位于市中心，是一条以巴特里公园为起点，南北纵贯曼哈顿岛，全长25公里的长街。街上高楼蔽日，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夜晚，霓虹灯绚烂夺目，灯火辉煌，被誉为伟大的白光大道。提起百老汇，马上会想到戏剧艺术。在41街到53街，分布着众多闻名遐迩的剧院。
能在这里上演剧目，则代表着所取得的世界成就。中央公园占地面积3.4平方公里，有纽约绿洲和纽约后花园之称。这里树林茂密，湖泊密布，草坪如茵。格林尼治村有100年历史的老房子，红砖上爬满了常春藤，空气里有浓郁的树叶和阳光交织蒸发的味道。一些艺术家们晃荡在这老旧的街道上，在敞开的木窗子前写作，在窄街角上幽暗的咖啡店里卖画。渐渐的，这里成为一道景观，围满了游客。爱丽丝岛对于无数移民来说，这里意味着一个个传说，一次次抗争，意味着淹没在发黄书页中的并非美丽的记忆。1892年1月到1954年11月期间是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在这里踏上美国的土地，进行身体检查和接受移民官的询问。现在，这里已经改建为移民博物馆，再现当年移民入境的景象。当你漫步在大厅里，面对苛刻繁多的检查项目，可以感受到当年在走廊中排着长队的移民们的复杂心境，怀抱梦想，背井离乡，总担心条件不合格而被遣送回去。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纽约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使纽约充满了包容和开放。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